我叫秦牧，曾经这个游戏的第一玩家，3分钟前重生到了游戏开服前3个月，而且还变成了一个游戏世界中的骷髅兵野冠。这游戏距离开服还有3个月，到时候几亿玩家便会登陆。玩家登陆后的1年后，游戏便会降临现实。游戏世界中的这些 BOSS 也将化身神明，摧毁现实中的一切。上一世，我以一人之力拼尽全力，也没能战胜诸神。这一世，我必须早做准备。这个时间点，第2世界还没开服。虽然我现在能和重生流的主角一样，提前赚取金玉，升级加点上也会少走弯路，但我现在成了骷髅，也不知道人类剑圣和死灵法师双修的路子还能不能成。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了，至少在神入侵现实之前，我要先变得更强。我就知道亡灵没这么好杀，正好死了一回还挺憋屈的，让我好好出口气吧。是因为埋骨之地阴气重吗？这骷髅怎么那么难打？这他们别说变强复仇了，在埋骨地活下去都不容易吧？天赋侵蚀，可发动，是否发动？侵蚀？我以前没有这个技能啊！发动！居然可以吸收死去怪物的属性。体质加0.1。这下，就算不依靠双指，恐怕我也能超过前世的自己。那就让这些骷髅化作我的属性吧。天元斩，雷点血，剑刃风暴。提升显著，普通玩家如果没有职业模板，魔力根本无法提升，而我的魔力已经超过2.0了。这是什么？侵蚀解锁了新的能力，气灵光环。不会是我想象的那样吧？发动！站起来！想象的那样吧，这么多，这气灵光环竟然没有操控上限，这不比死灵术强太多了。看来是在重生的时候，神器的力量和我融合，甚至得到了强化。既然我已经领先，就没必要把任何东西留给那些会叛变的玩家。等到游戏降临的时候，无论是他们还是神明，都得死。3个一组，再把尸体带回来给我，让方圆100里内的骷髅都成为我的眷属。秦牧，弱小的骷髅，等级提升，侵蚀能力提升，现在解锁能力，掠夺、奴役。随着奴役的骷髅增多，我的升级效率也显著提升，而侵蚀会根据击杀数来逐渐解锁原属于神器的能力。被我掌控的普通亡灵，皆可突破桎梏无限晋升。自归属于我的那一刻起，便永世福守，誓死效忠。而我即便肉身陨灭，被斩于当场，我亦能自麾下亡灵之躯中夺舍重生，借其形，成其力，永无真正的消亡。原本身为玩家的我，不是不死族生物，这些高阶的能力根本无法使用。但这一世，一切都会不同。只要世上还有一只被我控制的亡灵，我就不死不灭。虽然现在只有最初级弱小的骷髅跟着我吧。等等，现在这个时间点，游戏中那些亡灵 BOSS 都应该没有成长起来。那我如果击败 BOSS 的话，岂不是能提前把神明也纳入我的麾下？亲手打造了无上至宝王者的呼唤，执掌幽冥亡灵权柄的安达曼努斯，此刻深陷在埋骨之地的封印中。在游戏降临后，他便以大肆屠戮人类的血腥方式，踏过遍地尸海，逆势登神。而他下属的亡灵，都和他掌握了一样的登神链路，让亡灵派系
成为了神灵中人数最多的派系。如果我能在他还被封印的时候就奴役他，这样在日后入侵的时候，神灵阵营几乎会少整整一个派系的强者。他的亡灵军团更是能够为我所用。既然如此，就要变更策略了，扩大狩猎的范围，找到亡灵之神的封印，奴役安达曼努斯。现在我已经在埋骨之地铺开了我的眷属。他们组队狩猎落单的野生骷髅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，但在西南方已经有9只骷髅失去联系了，那地方一定有古怪。结合，向西南进发。翻过这座山，这就是我的骷髅失联的地方，居然有野生骷髅开战了。让我看看他们的属性。以统帅和力量为常的精英级骷髅统领，由骷髅剑士进阶上去的精英骷髅剑士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，但精英骷髅剑士刚好可以给我提供剑士的职业模板。哦，剑术不错嘛。虽然我击杀怪物就可以获得经验提升等级，但如果能获得职业模板，除了能解锁职业技能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开启晋升的道路。无职、职业级、精英级、勇士级、王级、史诗级、传奇级，每10级一个跨度，只有在达到传奇之后才能点燃神火成为神灵。而最适合我的职业毫无疑问是和前世有相同记忆的骷髅剑士，这个模板我志在必得。现在的我依靠属性可以和精英级媲美，但比他们少个技能，正面对敌并不明智。要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。看到这十字斩，真怀念啊，就好像回到自己还是新手的时候。也是快没血了，才舍得用技能。骷髅剑士处于下风了，我得找准出手时机。这家伙怎么渐渐都冲着下3路去的？可惜骷髅没有要害，则不然就反杀了。但现在骷髅剑士只有10%的生命值了，轮到我出手了。你这也算剑士吗，小子？这精英剑士模板你把握不住，得让你木哥来。趁着骷髅统领暂时倒地，要赶快拿到骷髅剑士的人头。这家伙恢复了。人头是我的了。这是灵魂重压，他想要连着我和剑士一起砸死，只能硬挡了。妈的，真是左锤伤害高，右锤高伤害，数值怪职业。但剑士职业模板还是被我拿到了。开始剑士转职。职业模板融合中。等等，转职的时候我不能动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拦住他！快呀！还有85%，最后一点了，99%，他要过来了！真是被惯性思维害惨了。没想到怪物转职期间无法控制身体，不过现在转职完成，该轮到我动手了。十字斩！精英级模板加成的属性，再加上侵蚀获得的属性值，拼力量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等级提升。说起来，我其实没到融合精英级剑士的等级。系统日志里写了是神器的功效，让我可以跨等级直接融合模板。侵蚀果然又衍生出了新能力。上次给我发了奴役，这一次的是您可以消耗经验，将您已经控制的同种族2个亡灵合成为更高阶的职业，最高不超过您的职业等阶。果然，那这样我的普通骷髅都能晋升成职业级骷髅，不至于像刚刚那样被骷髅统领一甩死一大片。但在使用晋升之前，先得把你们奴役了。
这晋升功能还挺方便，但产生出来的职业是随机的。现在有33个骷髅战士，14个骷髅弓箭手，还有1个骷髅法师。施法职业果然金贵，还有56只普通骷髅。希望能多出些法师，这下总算有军团的样子了。不过在这西南侧，死亡魔力的浓度果然要高了很多，怪不得能诞生精英骷髅。难不成我要找的神就在这里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探索一番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谁？你意思是死亡峡谷有危险？有意思，精英级的骷髅居然会有一定自我意识，可惜还不会说话。但危险，老子找的就是危险，跟我进去！死亡峡谷越深入，死亡魔力的浓度就在增加。僵尸，你先不要出手，先用同等级的骷髅试试。果然，同等级的骷髅不是僵尸的对手。实力实验完了，接下来就看看奖励吧。杀！击杀僵尸给的经验居然比骷髅高这么多，留下一只。最后试验一下毒液。居然失败了。这系统不能把失败原因说明白吗？难道这些僵尸是安达曼努斯召唤的？算了，正好用这些僵尸的经验，把我的骷髅晋升成职业级，舒服。蝼蚁，这里不是你残杀同类的地方。这生命难道是？滚！这副外强中干的样子，果然是他。有能耐就把我弄成你的仆从，做不到就闭嘴看我杀你的人。这家伙的性格，要是能控制我，他早就动手了。现在只是虚张声势罢了。一个精英级居然有了智慧，有意思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在我的尸潮攻击下坚持多久。这个声音我绝不会忘记，前世我可听他那让人作呕的声音太多次了。亡灵之神安达曼努斯，既然被他发现了，还被我一顿臭骂，这个小肚鸡肠的神肯定会派他的下属来杀我。但这个时候，他只是个苦于无法晋升的王级死灵法师而已，他的下属更是最多只有勇士级。这一仗优势在我。升级了。10分钟过去了，也就僵尸的密度提升了些。这蠢女人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，只会用人海战术，不像我这种微操大师。听我指挥，骷髅统领左移5厘米。正好这些经验能够将我的骷髅都晋升成职业级。哼，不过是个有些智慧的骷髅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本座随手就能碾死。等等，这是什么手段？死灵术里不是这样的。他只是个精英剑士，有智慧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能统领骷髅？手下的骷髅还能快速晋升。小黑在，峡谷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贼，带所有的精英一起，不要拖延，直接杀了他。是。这样下去，勇士级的小黑可能打不过他，我得做个问拳的打算。
再升级一批，很好，新增加了20个骷髅战士，7个骷髅弓箭手，还有1个骷髅法师。这下我就有足足76只职业骷髅了。安达曼努斯的下属呢？我都快等不及了。尸潮逐渐散去了，他终于意识到这些普通僵尸只是经验了吗？不对劲，这感觉是……入侵者。这是勇士级的僵尸骑士。死！普通的骷髅根本拦不住他，动手！这家伙好强的力量！这下棘手了。远程掩护，不要靠近他。不能用剑，擦个边就打掉我1/3的血量，这就是勇士级，真是跟精英级天差地别。但你也不是完全没受伤，就这水平，我们磨都磨死你。十字斩，速来助。你很会打吗？你会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要有势力，要有背景。免费给你上一课，学费就不收了。保持阵型。放箭！怎样？别！求饶了！别逗你黑姐笑了。好险！勇士级的僵尸骑士居然这么强，刚才有点拖大了。看来是那个窝囊神又觉得他行了。什么？还没死吗？他在复活？居然还会复活？如何？区区杂兵骷髅，理解自己和伟大的亡灵法师间的差距了吗？小黑可是我特意改造过的僵尸，他的复活不光能够完全恢复血量，全属性也会在短时间内翻倍。希望你和你的骷髅朋友们能受得住。闭嘴，臭婊子！你，就你这种下属打了顺风才敢出来叫嚣的弱神，还想赢我？无论在哪个世界，无论来多少次，你都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侵蚀，发动！就算3秒后他就会复活，但现在他也只是一具尸体。侵蚀对象实力强大，建议使用奴役，是否执行？有主人的亡灵不是不能奴役吗？不管了，立刻执行。当亡灵的主人和您足够近时，就能够捕捉到他的契约魔力，从而争夺控制权。你说什么？不对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是我和小黑契约的信物。他真在争夺控制权。一个小小的精英骷髅剑士，想要和我这个王级死灵法师争夺控制权，你怎么敢的？这就是你自不量力的代价，以亡灵之神的名义，
我要给这次亡灵争夺添加附加条件：杀戮天平。将根据双方灵魂过往的杀戮智慧生物的质量评判是否争夺胜利。拜放除了失去小黑的所有权以外，连本人都会成为对方的奴仆。杀戮质量根据灵魂。看来你已经知道规则了，这就是你挑衅亡灵之神的下场。现在求饶也没用了，我会拿你的腿骨去喂我的3头犬，用你的肋骨做成风琴。鲜血天平，起！请父神谋杀之神巴尔见证，我将献上我的罪孽，我的荣耀。不行，要等到4秒过才能响。请谋杀之神巴尔见证，我将献上我的罪孽，我的荣耀。哼！区区诞生不超过10日的骷髅，就算你加上前世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亡灵之神。亡灵之神？小安，你不会知道我杀了多少神的。契约生效。叫声主人听听吧。你说什么？不对，这不对！不！您的特殊契约对象受到神器亡灵法典保护，请在13小时内分离契约对象与亡灵法典，否则契约失效。亡灵法典吗？太好了，幸好有亡灵法典在。13个小时，我一定会破解这个该死的血色天平契约。你连进入神殿结界都无法破解。你不会忘了，你的小黑也成了我的仆从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他可知道啊。必须得用这个了。我绝对不会做一个骷髅的仆从。该死的骷髅怎么可能杀过那么多神？老年痴呆的巴尔满脑子都是杀，到现在都没苏醒。他的天平出问题了，都修不了。冷静，就算刚刚苏醒，力量10不存1，你也是安达曼努斯，跨过了无数亡灵尸骸，成为了神的法师。将大局逆转吧。奴役了勇士级的小黑，居然解锁了新的能力，是只要召唤物达到勇士级就能解锁，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？这个技能可以让我操作召唤物的灵魂，也就是说，赛伦是他的真名吗？赛伦。您的召唤物，小黑记忆解锁中，进度10%。生前记忆重生在开服之前，虽然意味着我有先发优势，但作为玩家，我仅知道游戏发行之后的内容，
但现在有了本地人的记忆，我就能更了解这个世界，找到更多神明，了解他们为什么要侵略蓝星，从内部分化他们，阻止入侵的发生。哪怕蓝星上有无数蠢货和叛徒，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无辜之人枉死在这场战争中。主人，是你唤起了我作为人类时期的记忆吗？为了让你能更好的效力而已。现在，告诉我该怎么突破安达曼努斯的防御阵法。这个，主人不必那么麻烦。小安把法阵的开关密钥给了我。小黑，你叫我什么？你个叛徒！你把我变成了亡灵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这一天。将防御全交给一个人类转化来的亡灵，天真，怪不得会第一个被人类杀死。气死我了！小黑，你这样也算骑士吗？连1秒的忠诚都没有。你居然会在血之天平的对决中输给一只骷髅？他不是巴尔的私生子吧？肯定是巴尔那个老东西老糊涂了。帮我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我就会把亡灵登神的方法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哼，他不会很强吧？放心吧，他……只是个普通的精英骷髅而已。优势在我，我去就回。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这一路上也没有遇到任何敌人。这个神殿里还有其他人吧？僵尸可不会咳嗽。小安，你真该好好打扫你这破神殿的卫生了！怎么这么大的灰啊？你这家伙根本不用呼吸，假装什么咳嗽？还有，不准叫我小安，我很讲卫生。这只是我刚苏醒，而且卫生明明都是小黑的责任。我只是负责安全。不对，你每次都和我申请2笔魔力水晶。看，脸红了。你这贪墨公款还1秒便捷的骑士之耻。没关系的，赛伦，就是你以后要是用什么也和我说一声就行。够了，我会杀了他们，然后你得兑现你的承诺。够了，我会杀了他们，然后你得兑现你的承诺。这是赛伦生前身为骑士时的技能，守护避阵，亡灵怎么可能用得出来？对抗龙息还是太勉强了。干得好，艾尔丽丝。赛伦，赛伦，不要，我很气火。把剑给我。苦情小说看多了，你是僵尸，你会复活。哼，真是无情的主人啊！好了，站起来，轮到我们了。哈哈，我造出来的亡灵可没那么脆弱。你是哪边的？不自量力！冰龙，艾尔丽丝，前世斩杀安达曼尼斯的时候，他也会被召唤出来，只不过那时的等级是90级，而现在只有48级。面对双 BOSS，
攻略组给出的方式是选择一个敏捷型玩家，拖住冰龙艾尔丽丝。我就是那个拖住他15分钟的敏捷型玩家。上吧，主人！作为召唤我的他，竟然放弃了自己的主人，会在即将死亡的时候，这才给了我亲手斩杀安达曼努斯，获得死者偷换的机会。就像这样，但我忽略了一点，这一世我自己还不够强。但是这一世，我不是一个人面对这条路。放箭，掩护我打他的弱点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知道。斩断他的脚。不，我要将你们这些小虫子全碾死。不，你没机会了。对，滚开！你不可能奴役我，去死吧，骷髅！撞一次就得了，真以为哥截不住一个魔眼？这是你说的普通骷髅？安达曼努斯，你真没用！给我断！我们成！混蛋！混蛋！混蛋！我们成功了！干得漂亮，主人。迟早要给你们都来一遍灵魂存取，开开灵智。算了，我可是要拯救世界的，和你们这群人机没话说。你刚刚好像说安达曼努斯需要向你兑现什么承诺，对吧？你还想拿到你应得的东西吗？等等，这是……主人，他似乎想要找回自己的脚。失去龙角就失去力量，但上一世没这么严重。好，我投降，我认栽。安达曼努斯身边还有别的守卫吗？说了我能活吗？我说，没了就我一个。安达曼努斯的具体位置？说了我能活吗？我带着你们去找小安，能不能放我一面？我有赛伦带路他就够了。不够。他和安达曼努斯的契约已经断了，因此他感觉不到安达曼努斯正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的小窝，准备跑路呢。你倒是把它卖得干净，但没关系，只要我对你使用。等级差距过大，无法奴役。看起来，骷髅先生控制赛伦的手段也没有那么无所不能。好，我放你一马，带我找他。爽快，您真是我见过的最爽快的骷髅了。你知道我没准备放过他。打开百剑门，最多只能带体重1半的东西，但全丢了也比变成别人的奴隶好。要不是我刚刚苏醒，我的眷属都会归了。他怎么能把我逼到这一步？小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等等，为什么你和我的契约还在？动手，快动手！你也出卖我？都给我等着吧！嘿嘿，你们都是你们逼我的！你们都是你们逼我的！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？扁他！
亡灵法典。我没事。你们没有打破这东西保护的方式吗？没有。没有。终于有个不会背叛我的东西了。那就得让我试试。多说无益，人类。是啊，多说无益。你之前那些表现，差点让我觉得你没那么烂了。我想要打败你，都不用剑。狂妄！阶段1，念力控我。和安达曼努斯的战斗是人类玩家和神的第一战，也是伤亡最多的一战。事后，我无数次回忆这一战，想要做得更好。想要救下更多人，经历了那么多的叛徒，我都快忘了我为什么而战了。谢谢你让我想起来了。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呢？别那么多废话！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呢？别那么多废话！阶段2，死灵魔力雨本来应该还会召唤冰雨，用冰焰轰炸，但现在只有魔力雨了。所有近战职业都会想要在这个阶段接近它，因为它要引导释放。一旦近身，就能够重创它。靠近吧，只要你靠近了。因此，他在近战的范围设下了一个触发式的陷阱。他上当了。你竟然……该你的第3招了，不是吗？只可惜对亡灵而言，瘟疫无用，否则你就会把自己冰封起来，等待着瘟疫收割敌人的性命。你怎么知道？哇，虽然这应该是咱们的小安为数不多离开法师塔的实战，可他的战术没那么容易被看破吧？当安达曼努斯开启血之天平的时候，他的质量如同一座高山。安达曼努斯赢不了他。一座高山，所以他就召唤我过来，还说只是个普通的骷髅，那他活该挨这顿打。这次，你别想躲进那个冰壳子里面了，亲事。为什么你非要缠上我？不要，等等，你的魔力为什么和我的那么相似？成为我的眷属后，你自己去探索吧。终于，你落在我手上了。他的魔力和我如此的相像，却又更加凝练和老道。他一定花了很长时间才锻炼到这一步，但为什么要和我一样呢？他该不会是我的信徒吧？赛伦，你觉得小安在想啥呢？怎么这副表情？他每次犯蠢的时候都这个表情。能听见我说话吗，安达曼努斯？吓傻了？不，这表情明显看上去就不像吓傻了，但是很让人不爽。虽然我深居简出，从来不展现神力，但一定是某次外出实验的时候让他看到，然后他就无数次尝试重复，甚至超过了现在我。而后他就一直等待，直到我复苏，这是唯一的解释。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我，而且在我刚刚复苏就能找到我？我知道，你具有神格，我需要你。
能够察觉到这一点，值得夸奖。你很有眼光嘛。只是你的方式有些极端了，如此对待一个神可不是。哦，听我说话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好，这坏家伙根本不是我的信徒。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我把他控制了。没有问题。如果你想要契约他，就趁现在。你怎么知道？来了，他还是来了，不可逆转的循环又开始了。现在是问题时间了吗？你的魔力为什么和我那么相似？你怎么知道我刚刚苏醒？你为什么要控制神？好，我的下一个问题是……喂，我说是问题时间，没说是回答时间。好，我要你们给我讲讲你们的生平。所以，你从来没有过侵略人类世界？干嘛？不是亡灵就会入侵的。我们有自己的生活。他从来打不过卡利俄斯，只能派手下去乱葬岗和古战场刨尸体。那他的击杀质量是怎么算的？亡灵内战和死于魔法实验的小白鼠。那他是怎么回事？我成神后旅行人类诸国，他重伤被队友抛弃在战场上，求我才转化的他。你以为随便一个僵尸就会有复活这种技能吗？你不知道我倾注了多少心血打造他，我别的眷属都是出生亡灵，就他一个转化的。总觉得他说的是实话。那你日后会入侵人类吗？在家做科研没意思吗？人类每天的自然死亡早就够我用了，我没那么闲。那么他们日后为什么会入侵蓝星呢？
一定有什么我尚不知道的事情。如果为了拯救更多人而战，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降临根本不会发生。你是不是窥探过未来？在有预言术存在的魔法体系里，窥探未来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。但如果仅仅是一个片段，很可能让你产生误解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预言的事情，那么最好去找冬日与命运之神卡利俄斯，对吧？也许我会考虑考虑。好，我们撤退。你就让这个老冰棍，行？别说话，我已经拿到想要的东西了。小安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给我吗？因为你生前是个变态杀人魔。不知道？不知道还笑得出来？因为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首先得研究这傀儡到底算什么才能制定对策。可是，第二件事，在外面别叫我真名，叫牧歌。他为什么不想暴露真名？难道他是什么东方来的恶魔？执行，不问原因。跟着你牧歌没坏处。你不是好奇我的魔力为何和你同源吗？控制住卡利俄斯，我就告诉你。是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不对，你管他想什么？反抗啊，安达！你是亡灵之神，不是他的仆从。这俩人是在玩什么？很新的东西吗？我在小说里看到过。如果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性质，就莽撞开战，我们只会失败，就像你之前一样。很好，看上去你有起码的尊严，承认你自己失败了。这丢人的神没救了。对傀儡使用侵蚀的效果，居然能够练成一件装备。
这也就意味着寒山傀儡实际上是一件装备。能不能用来给我的眷属装备呢？来试一试吧。竟然提升了5级左右的属性，而且给骷髅添加了打击抗性，可以说将骷髅最大的防御弱点补足了。打击抗性，过来。你去抗他一锤，让我来看看这盔甲到底有多大的提升。挡住了吗？挡住了。那看来这个寒山傀儡制作的盔甲确实有用。而且数量绝对够用。但他们的数量太多了，而且一旦跨过界碑，就会成群结队的过来。如果有办法跨过界碑不被发现，或者阻断卡利俄斯对傀儡的指挥，小菜一碟。卡利俄斯每天中午都要开启预言，在开启预言的那1个小时里，他会对傀儡失去控制。现在距离正午还有1个小时，届时傀儡就只会被动执行界碑发出的指令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入侵，打的就是一群散乱的铁傀儡而已。而且界碑发出指令的范围有限，来的傀儡数量也是有限的。这规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当然是本神的智慧，是他之前旅行人类国家时利用过的规律。呵呵，这下明白一个知识渊博的神陪着你的好处了吧？就算是知道，他们可能和前世的入侵没那么大的关联。我还是做不到把他们当作朋友。做得不错。那就这么办吧。能够大幅提升骷髅生存率的装备，对通过这里至关重要，否则只会被无穷无尽的傀儡淹没。武士一刀，将我的眷属全部武装后，才能深入极寒冻土。在这位新主人唤醒我的记忆的时候，我同样感受到了他的记忆。他只要认定的事情就绝不放弃，但也很孤独。在我看来，他其实和你很像，但有什么东西一直阻拦着他和我们敞开心扉。他肯定是看到过我们不知道的未来画面，才这么紧绷着自己。帮帮他，也是帮我们自己。解开他的心结，也能让咱们日后的日子好过些，不是？为什么是我？赛伦，你不是很信任他吗？他的魔力都和你一样，肯定最信任你。快去吧，快去吧，一会儿傀儡来了就来不及了。好，好吧。又坑了小爱一把，这孩子还是太想要别人的认可了。但有一点，我不是为了说服小安才说的，只要是他想守的东西，他就会守到底。那是我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，这一点我不会看错。那个牧歌，不是你让我这么叫的吗？装嫩的神，
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。就知道瞒不过你的契约，但我们是真想知道，你到底在未来看到了什么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你真想知道？真想，我们也想知道我们被绑上了怎样的一条船。但我现在还没法信任你们。那好，但我可不会等着你突然说相信我的那一天。我以安达曼努斯之名起誓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你们站这么远干什么？你不是让我信任你吗？加油！唉，我真是脑子不清醒了，才和那家伙说这些话。他的契约难道会影响我的智力吗？来了，亘古黑暗。亡灵法师这个职业，除了使一系之外，还有死灵、寒冰和腐败三系。由于亡灵不受岁月的限制，亡灵法师多半都会同时掌握全部的法术体系，腐败毒云，以此来达到自保、控制和输出的全能性。用生锈延缓这些铁罐头的行动，然后用高贯穿力的法术直接攻击核心。神器的性质允许我兼修亡灵法师职业，而现在面对这种成群结队的对手，剑士的职业性能已经不够了。先从最基本的吞噬生命和酸液剑开始学吧。这样就是最后一句了。看来我的实力还是没问题的嘛。这家伙太变态了。还有漏网之鱼。那我们现在的关系，他总不会还对我不闻不问了吧？别玩了，安达，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杀完了过来帮我们搬。我就不该对这些家伙有一丝期待。不舒服啊？不，我说过会让你相信我，我说到做到。是吗？这家伙开始被我迷住了，等到他彻底被我拿下的时候，我就会让他解除契约。小安彻底没救了。这就是最后一句了。500职业骷髅的部队已经武装了1半左右，只可惜时间已经结束了。现在该启用第2计划了。你想干嘛？话说前面，我可不像安达曼努斯那么好糊弄。把他的脚给我。没接住。喂，那可是我的脚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得有这根龙角才能变回去，对吧？你是说？我要你带我飞过界碑，但你要怎么用这龙角呢？是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的力量又回来了！居然只降低了1级，切，居然挣脱不了他的契约！你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很大逆不道的话？才没有哦，主人。切，
死夹子！奇怪，主人是在好奇卡利俄斯为什么毫无反应吗？没错，但根据我对卡利俄斯的了解，他的反击说不定已经开始了。一旦进入他的领地，真正拖垮我们的可能不是寒神傀儡，而是温度。小安，你和我一起来。好啊。如果发现里面的气温对亡灵也有影响，我们就还需要准备抗寒的魔法。嗯。刚刚还说我夹呢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您二位坐好了。虽然之前也在游戏中骑过龙，但这样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怎么会这么冷？五哥真抗冻了，这么冷都一声不吭。五哥！活过来了。这不是办法呀！果然，卡利俄斯已经开始了他的反击。小安，你之前提到会来这里找人类的尸体，这记寒冬土上有居民。没错，在附近的就有深林堡、东城、吉叶城3座城市。那他们是怎么扛住这亡灵都经受不住的寒冷的？你是说，第一，这寒冷只针对亡灵，但这显然不太可能。刚刚经过的那条河也已经封冻，这是整个环境的温度下降。那么第二，就是那些人类身上或者城镇里有特殊的御寒手段，而无论是哪一种，我们都可以在人类的城镇里找到它，解析它，破解寒神的严冬。没错，凑齐了铠甲和御寒，攻城的条件就齐全了。而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也可以通过这里的居民补充兵源。就算这里只是些 NPC， 我也不想走到那一步。停着干嘛？泡得越久，魔力消耗就越多。得赶紧找到城市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深林堡就在这个方向。终于看到了，差点又被冻成冰一次。这么冷的天还在值守，看来和我想的一样，人类有独特的御寒手段。这么大规模的城镇，等级最高的守卫居然只是精英级。艾尔丽丝，下去看看。小安，准备防御法术。这帮居民怎么跟游戏里的 NPC 一样？啊！怪物攻城！怪物攻城！不是，这反应也太人机了吧！该死的亡灵法师，竟敢入侵寒神庇佑的深林堡！离开这里！小安，你之前来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是这副表现。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魔法侵蚀的痕迹，都是活人，但怎么一个个都和傀儡一样？
小安说过不让亡灵入侵，是卡利欧斯的天职。难道是因为尚未估测，这些 NPC 都还是尚未激活的状态？那说不定可以用这句话来激活。诸位，我是从东方震旦来的冒险者，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原来是远道而来的冒险者，欢迎来到森林堡。秦牧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，您竟然降服了巨龙，真是太强大了。就近观察后 ，NPC 的感觉更重了。现在的行为逻辑，甚至还不如游戏公测后的状态。牧哥，我们快点找到东西就走吧。这些人太奇怪了。他的害怕不像是装的。就算是神，也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会以游戏的形式降临吗？是他杀鸡的，是他的宠物。天杀的冒险者，还我的鸡！就不该放他们进来。不是，真是人迹。说谁是宠物？本来我还觉得我不能像你们入侵神那样毫无底线，但杀一群 NPC， 我可是一点负罪感都没有。艾尔丽丝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留活口。我就等着你这句话了。然后让小安收集一下这些人的尸体，研究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平常可没有这么多素材，这些人到底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不用我说，亡灵的道德底线可比我低多了。不用消耗经验给骷髅升级，我的升级速度果然快了起来。牧哥，让你杀起来，你就愿意叫牧哥了？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去，瞅给你嫂的，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去。牧哥，我有2个发现。这个就是人类保暖用的东西，而且很简单就能构筑。我可以改良，甚至批量制造这种护符。很好。另一个发现是什么？他们如同傀儡一样的原因，我找到了。他们都没有灵魂。灵魂存取。该对象没有灵魂。还真是。但是这不耽误我把他们转化成亡灵。一个城镇的人都失去灵魂，这是禁忌中的禁忌。他到底在和什么东西对抗？即便预料到了会见到这副景象，还是让人感觉不适。怎么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会心生怜悯？你不是个合格的亡灵，心有怜悯可对抗不了那些叛徒。牧哥，怎么了？安达曼努斯已经准备好阵法了，你踩里面，他开不了魔法。你也一样，你那4只大爪子都快把我刚画出来的法阵踩没了。艾尔丽丝，在你们看来，什么样的手段能够造成这些人失去灵魂？亡灵魔法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，那就是灵魂守恒。死灵魔法只是强行操控灵魂留在死者体内，若非如此，亡灵族也无法提升等级了。而夺取灵魂的能力，
只隐藏在连诸神都无法窥探的深渊中。准备好，这些亡灵就要来了。是，卡利俄斯大人。小安，太多了，如果不是解析了你的魔力，恐怕我现在也不能一次性转变这么多亡灵。如果是你面对会让人失去灵魂，变得不再是自己的敌人，你会不会想办法反抗？我一定会反抗到底。那就继续解析我的魔力，说不定这魔力中就有破解夺取灵魂能力的方式。转化出亡灵后，挨家挨户收集护符的速度快了很多，但没有灵魂的亡灵无法继续提升实力。这些僵尸皮糙肉厚，正好可以做冲阵的炮灰。小安，你和我留在这里，解析我的魔力。艾尔丽丝，你带着这些护符回去找赛伦和我的眷属，让他们明天中午来这里，守住这座城。然后我们继续屠戮，直到这个地方只剩下卡利欧斯自己的堡垒为止。我们开始吧。秦牧，你就不怕我解析了你的魔力，解除契约，把你控制了？你不是说让我相信你吗？算你有眼光。不对，我是想问他到底知道什么的呀？等等，这是谁留下的信息？小安，解析完成了。小安，完成了。你这看着不像是完成了，看着是我快死了。小安，无论你看到了什么，你都可以相信我。我们的时间虽然紧迫，但还没到最后时刻。我看到了我自己，被不知道什么东西被抽走了灵魂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那在我的魔力中，是不是有对抗这种抽取的方式？如果有，那么基本就可以确定前世的安达蒙努斯是被控制的，而他将反抗的希望都寄托在神杖中，才让我能够借用这力量。理论上来说，难道那就是你一直想要对抗的敌人？你创造出这么复杂的术式，就是为了对抗他们？我创造的，他这么想，那就逗逗他吧。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尚不能信任你们。面对那种恐怖的敌人，谁的忠诚都需要怀疑。对，尤其是艾尔丽丝那种墙头草。而你，我确实想要相信。
牧哥，我也感觉到了，艾尔丽丝被袭击了。好无聊。刚刚能爽喷一拳，现在不光只能飞，甚至还得等底下这些慢吞吞的僵尸，烦死了。不过小秦那家伙只说让我保护这些僵尸，那我提前清理树木，防止敌人埋伏，不也是一种保护吗？区区小秦，若是没了契约，他根本不是本龙的对手，他还能管我烧树不成？该死的亡灵，害我们得了噬魂症还不够吗？居然还要放火烧山！这地方居然还有活人，小秦这下管不到我了。好快！冰龙变成人形了。小虫子，你为什么没得你说的失魂症呢？说出来，我也可以放过你。不止一人吗？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小虫子，你是不是对巨龙有什么误解？这种匕首怎么可能伤得到我？怪物！我就是怪物，如何？趁我还有耐心，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口中的失魂症又是怎么回事？没完没了了！完了，虫子们听好了，如果不想这个小姑娘死，就给我立刻停手！不要管！我最后问一遍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冒险者，是为了调查极寒凝土的失魂症来的。你快放开！留下一个愿意开口的就行。一会儿有人来问你们。所以说，他们把我们当成是失魂症的罪魁祸首，袭击了僵尸队伍。没错，你可不能怪我没保护好，他们毕竟那么多人呢。那周围的森林为什么烧起来了？可能是法师的火球点燃了吧？是他在空中喷火，我们以为被发现了才攻击的。你又没说我不能烧。他还说着区区小秦什么的。距离公测开始还有70天，他们不是玩家，其他城镇来的 NPC 冒险者吗？调查失魂症，看来丧失灵魂情况。
俺没能传回来消息。我们知道的已经都说了，图样在我的包里。这是寒神信徒的标志，没了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这么说来，这俩人没用了。处理过那些 NPC 之后，我的内心看到这样的场面，没有什么波澜了。虽然不想这么做，但我不能在即将对寒神发起进攻时，放走两个不知底细的人。小安，把他们变成亡灵。我们稍后再见。什么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成为我的眷属吧。我们没死。不对，是变成亡灵了。如你们所见。你们已经是我的东西了。你看，牧歌对我们还是温柔多了。我还被捆在树上呢，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呢？是你先惹牧歌的吗？完了，亡灵的未来完了。归队吧，和僵尸一起去界碑外。只要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，把你们变回人类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是。卡利欧斯到现在都没什么动作，我感觉不对。他肯定已经知道了森林堡沦陷，但我们到现在都没看到一具傀儡。他有可能将傀儡分散到了各个城中防守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能逐个击破他们。无论他采取哪种策略，只要靠近森林堡和僵尸，都逃不过我的监视。那么现在只需要继续扩充我们的军力即可。喂，我还挂在这呢。秦牧，你太坏了！继续和我去清理那些失魂症患者，去不去？去。根据安达曼农斯给的地图，这就是第4个大型城镇了。停止分配经验给骷髅军团升级后，我的等级也提升了上去。居然还有几个高等的职业者也患了失魂症，自在埃尔利斯。并没有遵守和我的约定。
新王，你失信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这个人神平最守信了。我当时说的应该是我考虑考虑，我可没答应你一定会退兵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提议。如果你现在自绝于此，我就让你的子民们安息，如何？一群失魂的傀儡罢了，你休想拿他们威胁我。你果然知道失魂症。我知不知道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必须死，秦牧。这寒气接不住了。应接，火焰附加，天转。这种剑技，你生前成为过传奇，是又如何？像一块冰一样碎了。下次见面，我必杀你。应该只是他的一具分身。分身的手臂有那种图案。难道说夏鲁托的就是卡利俄斯本人？可如果是他本人造成的失魂症，又为何需要他人来调查呢？奇怪，但也只能向他本人去求证了。准备，攻城！堡垒的地形看着就易守难攻，但那是对没有龙的军队来说的。埃尔利斯，速战速决！他刚刚将赛伦打入复活，想不到我们直接发起猛攻。只有迅速将战场拖入巷战，才能发挥出亡灵越战越勇的优势，无需顾忌使用什么手段。等我和埃尔利斯升空后，你立刻带着主力骷髅准备配合我攻城。既然你已经说无需顾忌什么手段了，那就让你看看亡灵之神法力全开时的战争潜力。祭坛、构筑、器械、搭建，我的力量增强了。死亡祭坛提升战场范围内亡灵的移动速度。黑暗祭坛，战场范围内的低阶亡灵会缓慢复生。复生祭坛会将刚刚死去的尸体转化为亡灵。这才是不死族的战争潜力吗？这是安达曼努斯弄出来的工程武器，看上去制造混乱的效果非常，而且能让对方腹背受敌。地面推进的进度有没有拉散？我提升的骷髅实力完全可以无事件错。尽管城内也组织了魔法反击，但在安达曼努斯的魔法防护面前，毫无作用。而我和艾尔利斯将彻底摧垮他们。艾尔利斯，龙眼，拿下了。没想到能够这么顺利。不过这些守魂人还是和那些城里的 NPC 一样得了失魂症。虽然一切顺利，但我总有种不安感。作为和亡灵对抗的神，卡利俄斯的手段还没显现出来，而那些消失的寒神傀儡也不知所踪。这两个守军看起来不太一样。守军的等级平均也就15级，这两个人都达到了40级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男人能给我提供王级的职业模板。他们的配合相当默契，难道并没有感染失魂症？不能让他们阻拦了攻城的进度。艾尔利斯，和我一起解决他们。来了，冰川，敌人盯上我们了。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他们两个果然没有失魂，会难打很多。胡诺包来，居然能够有防御住龙炎的技能，他的
的职业是守护骑士吗？但就算是以防御见长的职业，也有魔力耗尽的时候。挡得好！那条冰龙居然在保护那个只有勇士级的骷髅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这应该是个机会。如果没有失魂，那么也就会有人类的弱点。先试试这样吧，酸叶剑，没用的。什么？人会愤怒，也会被误导。这些亡灵不对劲。低等级的亡灵不会有这么高的智慧，是有人指挥，一定是他。艾尔丽丝，那个骑士盯上我了。明白。冰封，掩护我。好。防御技能是盾牌的能力，真实职业是剑士吗？正好我缺一个王级剑士转职。来了，冰剑术。剑士又如何？你拦不住我！混蛋！什么？别想逃！真剑决斗。在真剑决斗期间，被技能指定目标无法使用任何法术，并且会强制解除一切增益效果。控制亡灵的施法之意一旦被真剑决斗命中，就是必死无疑。你的蠢龙反应不过来的，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怎么能接下？不好，那条龙要反应过来了！混蛋！就算我是亡灵，被砍掉爪子也很疼的。他什么意思？完全不管我和他的主人决斗吗？别四处乱看了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不是想和我堂堂正正的决斗吗？给你机会，别不中用。决斗好，既然你要找死，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吃我一脚！该死，我的二弟！你不是说堂堂正正吗？决斗，从剑落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完了，我已经提醒你了。能够斩断龙爪的剑，这个不能放过。凛冬之爪准按金装备特性，断钢皆位格低于此剑的金属之物都会被斩断。果然是好剑。杀了他之后，等着小安布置好的亡灵祭坛，把他转化成亡灵，我再奴役就可以了。不，好了，现在只剩下个法师了。冰川，你们都要付出代价！你们这些不该存在的怪物，都去死吧！冰风暴！他居然能放出这么大规模的魔法，而且冰冷的环境提升了法术的威力。必须想办法抵消！艾尔丽丝，用龙眼！这样，暂时能挡住他们了。我必须撤回城里面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等等，有什么声音？被吸进去了！什么？冰封大人，快救醒冰封大人！没有他的传送，我们都得死。这些亡灵一直拿士兵当攻城武器往里面扔的吗？等等，这女人是谁？这体验太糟糕了！不过，果然是因为变成了亡灵，就算是这样，也没受什么伤呢。希莱斯，去世吧，亡灵！
风似乎小了一些。主人，我们的部队已经全部登墙了，我立刻让最后的闹剧结束。雅拉和希莱斯，对吧？对吧？接着把那女人杀了，把那女人杀了。我吗？为什么？我们过去可是冒险者，杀人的委托也接过。杀个人，我可不会有丝毫的犹豫。那就动手。如何？该死，他好像发现了。雅拉，你的职业不是弓箭手，而是盗贼。不错的把戏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看你一副骑士的打扮，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在一只骷髅手下做亡灵、做人类的敌人？狗屁骑士！想讨好你的新主人，就对同族赶尽杀绝！我诅咒你！你们会懂的。人类和亡灵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主人解决了，至于那些不听话的，主人，做得好，木哥有奖励。主人，奖励是什么？赛伦，我从没有问过你，你为何对我这么忠诚？是您唤起了我的记忆，找回了我的真名。除此之外，在您操作我的灵魂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了您过往的一角。灵魂存取还会有这样的作用？我只看到了一个片段，就是您带着一批亡灵，一次又一次冲向看不清的敌人，然后被敌人打飞，却又再一次冲上去的画面。虽然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但在那一刻，我感觉您和我践行的骑士道路是一致的，都是想要守护他人。我虽然变成了亡灵，记忆也残缺大半，但我下意识地把将您当做了守护的对象。安达曼努斯和艾尔利斯都觉得您的过往并不单纯，但我不会问，因为我知道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您一定会告诉我们的。在那之前，我只需要跟上您的脚步就好。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没事吧？知道了，你去将小安和艾尔丽丝叫过来，在向寒山王座继续进发前，我会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事情。是，主人。主人意外的单纯呢。赛伦，你这家伙上一次我见你这么笑，还是看到了画本小说的续集。变脸真快啊，你这家伙。让小安过来，主人终于要把他看到的事情告诉我们了。我早就到了。话说小赛伦，你为什么能叫我小安啊？不到半日就拿下了城墙，这个速度已经有些超出预料了。主要的原因应该是，仍然没有见到寒神傀儡。不知道卡利欧斯准备了什么等着我们。无论是什么，我们都会笑纳的。主人，牧哥，你不是说要告诉我们所有你知道的事情吗？我说到做到。你是说，还有另一个世界？那个世界才是你的家乡，而且那个世界马上就要和我们交汇了，而且是我们主动入侵那个世界，而且在那个时候，
我们和现在不是一个人。不过，你还是在最后逃跑了。我们算是你的敌人吗？那是我最开始的想法，但我现在确定了，那些入侵者和你们不是一人。再加上神确实被某种更高的存在赋予了天职，幕后黑手恐怕另有其人。而现在我要做的，就是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阻止这一切。而且，我很高兴有你们和我一起。婆婆妈妈的家伙，说的跟我们不答应，你会放我们走一样。好。从此我们之间不再有隐瞒。所以，这么强的灵魂控制术，真的是我编写出来的。我果然是天才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回如何攻略寒神王座了。寒神建立的这座堡垒本身就具有通道的作用，从王座到城墙只有一条直线道路。因此，我们只需要让那些无魂僵尸顶在前面，正常推进即可。只是要注意寒神傀儡的出现。我会从空中保持警戒的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好像越来越冷了？卡里俄斯，你究竟在等什么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？不愧是唯一的变数，果然和此前的所有入侵者都不一样。可我不甘心，凭什么他就可以成为唯一的变数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对这些亡灵的让步结束了，寒冬堡垒会成为你们的坟墓。小安，我怀疑他失效了。不可能，他们至少能顶住1个星期。但感到变得更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如果不是护符失效，那就是气温低于了它能够保护的温度了。这不是普通的低温，队伍最外围的僵尸已经被冻住了。很不对劲。不对，立刻把埃尔利斯叫回来，寒神的反击开始了。冻死我了！连冰龙都无法抵抗的低温吗？秦牧，我发现那些寒神傀儡了。他们不会都在城外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看来这里已经被卡利俄斯诅咒，我们马上就会被全部冻成冰雕。最外围的僵尸已经因为低温失去控制了。是寒神傀儡。而城外埋伏的寒神傀儡彻底堵死了我们的出路。好算计！这个结界还能撑2分钟，但亡灵魔法本来就没有太多适合应对低温的法术。2分钟够了，我们必须在2分钟内攻进去，逼他解除寒冬，否则我们就只能被冻硬打碎了。冰封和冰川这些新转化的亡灵不必带了，出发！飞起来果然感觉更冷了。卡利俄斯针对了艾尔利斯，至少我们到了。不行，太冷了，我的翅膀已经开始结冰了。那我们更要加速了。这宫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进入宫殿后，
温度好像没有继续降低了。但那些寒神傀儡可没消停，他们从外面涌进来，一直在消灭我们被冻住的部队。看来卡利俄斯亲自来欢迎我们了。我知道你也委托了外地冒险者调查失魂症。卡利俄斯，城内的失魂症如果和你无关，那我们不必是敌人。我并不在意失魂症，我在意的是你。我当然知道失魂症和你们没有关系，和亡灵打交道了数千年，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太清楚了。其实你们屠杀那些得了失魂症的人，我也并不在意。那你为何认为我必须死？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但你和我一样知道那些诸神之上的存在。你果然知道他们的存在。我当然知道。你以为失魂症是怎么来的？你以为我为什么没去入侵你的世界？秦牧，是因为每一次我都在这里对抗那些诸神之上的存在。每一次？你以为这些事情发生过多少次？无数次了。每一次轮回，他们抹去我的记忆，再允许我用预言能力看到一点希望，然后拼命的去准备对抗他们。预言告诉我，会有一位命定的死者杀死他们。我就为了这句话坚持了不知道有多少个轮回，但最后留给我的只有失败。那这一次，你为什么还有记忆？因为你。我？每一次我失败后，他们就会夺走一位我人民的灵魂，这就是失魂症。他们借此来嘲笑我。我原本找不到历代的我留下的记录。直到那天在界碑见到了你，我当天就找到了那些记录，所以你就是那个变数。救世主，那我呢？那我一直以来的坚守又算什么？难道就为了让我成为你的助力？凭什么？但现在你一直以来期待的复仇时机到来了，不是吗？我为了这个预言曾经奋战千百遍，你若连此刻的我都无法战胜，我怎么相信你能战胜他们？所以到最后还得是手底下见真章。闭上嘴，向我证明你自己吧，救世主。那就来吧。必须在屏障失效前让他停止施法。结界还能持续1分钟，而王级剑是魔法的技能，而真剑决斗开启的时候可以强制中断他的施法。换言之，晋升卡利奥斯就是夺取胜利的第一步。拦住他！我会给您开路的。别废话了，快过去打断他！不好！前世并没有和卡利欧斯交手的经验，大意了。我的魔力不多了。不够了！你不会是个只依靠别人的懦夫吧？救世主！果然，连准暗金的装备都能轻易损坏。如果我没有停住，恐怕已经被秒杀了。能躲开这一击，还算不错。装模作样，能够多次激发的法阵，算是个不错的陷阱。虽然识破了陷阱，可怎么靠近是个问题。放心吧，救世主，这一战本就只是想试试你的成色。既然已经到这一步，我不会龟缩在结界里面的。来吧！赶上了，但在真剑决斗期间，旁人的攻击是无法干预决斗者的，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了。散兵分身的魔力正在被收回，主人本就和卡利奥斯有等级差距，一旦让他恢复魔力，他的魔力回不去了。我伪造了他的魔力信号，赛伦、埃尔利斯，趁现在抵消那些魔力。
你的仆从们真的很努力了，但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他的力量绝对不是一个通过法学之夜成神的人能有的。双之夜吗？果然是杀不死的亡灵。你倒是提醒我了。虽然前世的剑术技艺是剑圣阵级别，但那毕究是人类之躯使用的剑术，害怕受伤，畏手畏脚，需要考虑如何牵引肌肉和魔力来到最大的力量输出。而亡灵的剑术全凭魔力催动，不惧受伤，就该一往无前。哼，距离判断都失误了吗？什么？玄，终于，你不再假扮自己是个人了吧？接好了！真没想到你能做到这一步，希望你能扛得住，寒神。丢了什么东西吗，卡利欧斯？真剑决斗的时间就要结束了，卡利欧斯。如果你只是想试试我的成色，我们没有厮杀到底的必要，不是吗？你很强，但还不足以我将一切都交给你。什么意思？我可以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我不会这么快成为你的仆从。好，暗示什么呢你？我们两个世界将会在未来交汇，这你已经知道了。但那并非我们这些神明的想法，而是更加恐怖的存在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。我试过反抗，但即便我们这个世界吞噬了你们，同样无法打败它。那种差距，就像我们只是它的消遣。即便反抗也不过是可爱，但你没有放弃，不是吗？我绝不放弃，就算再重复千百次，我也要杀了他们。在这一点上，看来我们能够达成共识。几百次轮回中，我找到了唯一的可能性。这种感觉，鹤在看我们。观色的倒计时，难道鹤不想让卡利欧斯开口？卡利欧斯，他不想让你开口。去人类之国瓦兰提斯，命定的死者能够拾起双月下蓝色的火焰，嗜杀至高。卡利欧斯，一个石却死在一个眼神下了，说明他在害怕。说不定只是逗逗你的呢。滚！闭嘴，亡灵！我要跟你离开。这就走了，也没比你强多少嘛。别叫。我还是喜欢他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但还不足以我将一切都交给你。这是迫不得已。没问题，但我还得找你要点东西。啊，你要什么？双职业的转职方法和所有寒神傀儡的控制权，反正现在你应该没有魔力控制他们了吧？我们利害一致，没问题。瓦兰提斯王国和极寒坦土接壤，首都瓦兰提斯也只隔着一座雪山，对于人类部队来说是天堑，但对于亡灵部队来说，则只是行军时间长了些而已。3日，我们就已经到了瓦兰提斯城外。现在我们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需要解决。一旦我们进入人类王国寻找预言有关的线索，我们肯定得伪装成人类的身份。小精灵好办，我俩也好办。好办在哪儿？光长得像人没用。你当教会侦测邪恶的魔法是摆设吗？这你可就有所不知，当年为了在人类帝国游历，我和赛伦都有量身定做的伪装，什么侦测魔法都没用。至于亡灵部队，可以隐匿在下水管道系统中。我的家族当年就负责监修和扩建王都下水道，有详细的图纸。但剩下的人可就不好说了。木哥，您当然也好办，我给您定做一个就行了。但这条体型巨大、反复无常，在人类王国声名狼藉的龙可就不一样了。小心眼，都已经一路了，你还在说？他可是没少霍霍瓦兰提斯，肯定藏不住。最好和亡灵军团一起待在下水道里。木哥，不，主人，您不会忍像我这水晶一样的兵役在下水道中蒙尘吧？难说，新来的，这有你什么事啊？不必。但你在人类王国声名狼藉，对吧？公测之后，如果我想要成为能够给玩家发放任务的 NPC， 就必须要在王国内有足够的权势和侠名。你还真得帮我个忙啊，艾尔丽丝。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出您是个亡灵了。可我刚刚才习惯了亡灵的作战方式。你已经解锁了技能，
难道说？没错，您可以随时切换形态，而且无论任何形态都不会暴露您的亡灵气息。这可是2位神明的合作，感激涕零吧，伐木哥。既然如此，就只差你了，艾尔丽丝。给我变！变？可我已经是人形了。难不成你是嫌之前的形象太小了吗？我是让你变回龙形啊！早说啊，老大！小安，我们还得弄出来一架足够大的马车。这就是第2世界哇，总算公测了，真的和第2个世界一样。本来上线就晚了，得赶紧看看攻略。这可是观测前才出现的神秘 NPC 屠龙者达斯丁木。他用屠龙的响金在首都瓦兰提斯购置宅邸，现在正有很多出手阔绰但难度很低的任务发布。到了，果然离出生点很近，这就是他杀死的龙，传说中的寒冰魔龙艾尔丽丝，真是栩栩如生。你是来应聘的冒险者吗？没错，你很幸运，主人想要见你。攻略上没写这段啊？难道是隐藏事件？赚大了，居然触发了隐藏剧情，不会有什么隐藏的考验吧？这个人就是屠龙者，明明只是个游戏，却有这么强的压迫感。你有什么吩咐？潜力项目线上